魏管家，您怎么了？二少爷他，哎，你东西已经拿到了？是啊，二少爷订的东西已经到了，还有需要二少爷处理的档案，我也一并带来了。哈，温晨，你终于到了，东西怎么样？有没有损坏？包装和运输都很小心，基本上没有问题。跟我想象的差不多。这把玉梳子这么漂亮，又是二少爷亲自设计的，律师小姐一定会喜欢的。希望他能喜欢。二少爷这下放心了吧？我也没有多担心，毕竟特地雇人专送，刚刚只是确认一下而已。是吗？那二少爷怎么一整天都寝食难安的？康伯，你也太夸张了，我不过就是多问了几次而已。二少爷，你其实不只是多问了几遍。二少爷，你这么早就下来了？是啊。二少爷是有什么心事吗？没什么，我就是在想，今天怎么突然下起雨了？天气预报也不是100%准确的，不过这场雨也不大，应该很快就能停。希望雨能快点停，不要影响了交通。而且这雨一下，网络的信号好像也不好了。二少爷，你是在担心定制的梳子吗？没有，只是送货人的位置从昨天晚上起就没变过了。昨天店长告诉我，照理说今天梳子就能运到店里的。二少爷，现在才不到7点，送货员还没出发呢。温晨也已经赶去店里了，只要东西一到，他就会亲自接手把它带回来。他办事向来可靠，一定会小心保护好梳子的。二少爷就放心好了。温晨，你终于……二少爷，是我。是康伯啊，我正在看院子里的这些树呢，好像是该修剪一下了。但我记得前天园丁才刚刚修剪过。二少爷，先吃晚餐吧。等下再吃吧，我还不饿。康伯，你就留点面子给我吧。二少爷今天也打了好几次电话给我，应该也是想问梳子的事吧？好啦好啦，我承认我是过度紧张了，你们别调侃我了。这么多年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二少爷为了一件事茶不思饭不想，坐立难安。看来律师小姐对二少爷来说非常非常特别。毕竟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跟女孩子告白，肯定会紧张的嘛。
而且我这么担心也是有原因的。我设计的这个款式对玉质跟颜色都有很高的要求。这块玉石既没有瑕疵，又温润清透，颜色也很特别。我费了很大心思才拿到手。它可是很娇贵的，所以我才请了全国最好的工匠师傅来制作。万一运输过程中梳子出现了什么问题，那就前功尽弃了。温晨，今天真是辛苦你了。二少爷不用客气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哎，二少爷，现在东西也到了，你是不是也有胃口吃东西了？二少爷还没吃饭吗？中午吃的有点多，晚上不是很饿。我猜到二少爷晚上一定会饿，所以温晨一到，我就吩咐厨师提前去准备了。二少爷要不要吃一点？现在应该已经准备好了。这么一说，好像是有点饿了。二少爷，表白是大事，但是吃饭也很重要。只有吃饱了，才有精力继续思考。对了，二少爷，还有没有布置场地需要准备的东西？我提前去准备。其实，我还没想好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形式跟他告白。您之前不是说已经有想法了吗？唉，是啊，但是前2天我去见了谢伯伯，听完他的话，我又犹豫了。谢伯伯，听说您之前单独找过他，您都跟他说了什么？哦，只是如实告诉他，如果要跟你在一起，他可能遇到的一些挫折。谢伯伯，希望您不要干涉我的感情，他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你父亲也对我说了同样的话，我以后不会再插手你的感情了。但是，景和，我也的确是为了你们好，你们还太小，根本不明白未来的道路到底多么难走。先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你们的事媒体早晚会知道，他从此就要生活在镁光灯下了。不仅如此，他从小到大的一切经历都会被人扒出来，但凡犯过一丝错误，就会被无限放大。她是个非常优秀的女孩。难道我老婆她就不优秀了吗？他人即地狱，别人的目光和指责会逐渐消磨掉我们的意志。你从小就在面对外界的这些杂音，尚且不能做到毫不在意，更何况他从未经历过这种打击啊！谢伯伯，我知道您是为了我好，我也承认您说的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出现，但我有自信，也有能力和方法为他抵挡住外界的恶意。而且，您也太小看他的信念和勇气了，他是不会向这种困难低头的。您不必过分忧虑，我们绝不会重蹈您的覆辙。你有这样的信心是好事，但是你确定他跟你的想法一样吗？
不知道是不是我多心，总感觉他有意无意的疏远我，所以我在想，怎么表白才能增加成功的几率？要不就模仿一下电视剧里出现过的告白桥段。二少爷可以在后车厢里装满玫瑰和气球，开到特弥斯事务所，直接把律师小姐约下楼。或者我去联络一下，在购物中心电视墙上播放二少爷和律师小姐的短片。二少爷带着律师小姐去逛街，走到电视墙下就可以告白了。集团旗下的商业中心不少，可以供二少爷使用。电视剧上都是这样演的，女孩子都很喜欢。温晨，你看的是什么电视剧？我也不记得名字了，是我家人在看的。哈哈哈，看来温晨也有不擅长的东西啊。不行，绝不能在公开场合高调告白，这样会引起媒体的关注。到时候，她肯定会被描述为攀上高枝的拜金女，我不想让她受人非议。二少爷，其实你不必拘泥于形式，只要将想说的话都告诉对方就好了。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在我看来，律师小姐是不会因为谢董事的话刻意疏远你的。你要是把那些想法和担忧都告诉律师小姐，她一定会感受到你的心意。谢谢康伯，我再想想吧。老爷，我是魏康。究竟怎么样才能将我的想法传达给他呢？一心想着要给他最好的，哼，没想到反把自己的思绪束缚住了。不好，笑得有点酸了。哼，幸好没被别人看到。喂，爸。算是吧。其实我心里明白。他不是那种遇到困难就退缩的人，我只是不确定，他是不是愿意为了我冒险，愿意为了我去承担那些风险。我想让他知道我是真心的，他值得冒这个险，我也会陪他一同度过所有困难。所以我才想设计一个独特的告白仪式，提升告白成功的几率。最独特、最不可替代的东西吗？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爸。
毫无头绪。感情中不可替代的东西。我记得爸爸以前说过，妈妈对他来说是无可替代的，因为她陪着自己走过了最美好的年纪，度过了最幸福的岁月。小时候还不懂，现在终于明白了。这些瞬间都是我最珍贵的宝藏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把心里的话全部都告诉你。温晨，这么早就来送资料给二少爷了？是啊，也不知道二少爷什么时候能忙完。二少爷，今天怎么下来的这么早？啊，当然是因为我已经准备完成了。一切都准备妥当了？还差一点，我要把陆公馆的花园再好好布置一下。原来二少爷打算在家里跟律师小姐表白啊？是啊，想来想去，还是想用最直接、最纯粹的方式。康伯、温晨，还得麻烦你们帮我准备点东西，一起布置一番。没问题，二少爷，您尽管吩咐就好。我打算在陆公馆办一个小型的私人画展，你有没有兴趣啊？是啊，一个小型的艺术展，都是我自己画的画。你不想来吗？难道是一直看我的画已经看腻了吗？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喜新厌旧的人。那就这么说定喽，下周六上午我叫温晨去接你。你终于来了，我等你好久了。是啊，你是第一个来的。哇，你今天穿的好好看。
害羞什么？这是夸奖呢。快跟我来吧，画都在后面的花园里。快看，我们到了。是我。因为这里的话讲述的是我对爱的理解，它们的内容是连续的。很小的时候，我还不能理解什么是爱。即使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在父亲和哥哥的呵护下，我理解了亲情中的爱，但我的生活中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爱情。我的父母感情很好，他们都是彼此为独一无二的存在，可是我连母亲的面都没见过，更不了解她和父亲之间是如何相处的。爱情跟亲情究竟有何差别，我不知道。我的世界一直是单调的，所以这幅画即使有着零星的景物，却始终不会有颜色。后来我的哥哥恋爱了，这段时间他整个人都有了很大的变化。我知道哥哥一直都承担着很大的压力，但每次面对嫂子的时候，他似乎都很快乐，很幸福。原来爱情是这样的，原来它还有着这样的魔力啊！从哥哥和嫂子的身上，我发现了这些彩色的蝴蝶，我朦朦胧胧地生出了一丝羡慕，想要体验甚至拥有这种珍贵的感情。那个时候当然没有了，不过后来我遇到了一个女孩，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。没错，是那个女孩子，让我的世界有了别的颜色，也有了新的生机。我们的相遇源于一场美丽的意外，直到现在，我依然能清晰地回忆起她那气扑扑的表情。遇到她后，爱慕之情破土而出，很快便生长起来。等我注意到时，已经变成了参天大树。我是陆景和，是陆家的二儿子。我的身上有着天然的、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，所以在外人面前，我必须戴着各种面具，扮演各种角色，既是我，又不是我。但在他面前，我可以不用去考虑身份、地位、责任、义务这些无聊的东西。
我可以只是陆景和，那个简简单单、纯粹至极的陆景和。他就是我的世外桃源。这场画展的主题叫不可替代的唯一。这就是一场私人画展，是只为你一个人而办的展出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这些瞬间都画下来吗？我一直在想，我们之间最特殊的、最不可替代的是什么？我想了很多，最后才发现，时间才是我们最独特的珍宝。与你相识相知的这一段时光，是我迄今为止最美好的人生。你帮我守护梦想，陪我一同化解舆论的危机，和我一起揪住幕后黑手。你还陪我一起录综艺节目，陪我走山洞看极光、雨林探险。现在的我已经离不开你了。我还有一个礼物想送给你。是啊，这把梳子是我自己设计的，玉石也是我自己挑的。结发同心，以书为礼。你喜欢这份礼物吗？不仅仅是这个意思。梳子用来梳理头发，让打结的头发重新变得顺滑，所以也衍生出解开烦恼的含义。这把玉梳子就是我，梳子可以梳理3000青丝，我也可以抚平你烦乱的情绪。我已经问过谢伯伯了，知道他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。谢伯伯认为我应该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女孩，既可以为我提供助力，又不需要为未来担心。如果跟你在一起，不仅我会很辛苦，你也会很辛苦。但是我不这么认为。商业上的事，我都可以靠自己的能力解决。所谓的助力，对我来说并不重要。这么多年，终于有一个女孩教会了我何为爱情。为了她，我愿意面对任何困难。你听到了吗？她在告诉你，你是不可取代的。从小到大，你是唯一一个让我心动的女生。从今往后，也只有你一人能让我心动。我喜欢你。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不准低头。你喜欢我吗？
真的吗？有件事，我一直很想做。看来，期待的不只是我一个人。是吗？我怎么耍你了？真好。还满意吗？那么，我再正式问你一遍，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你愿不愿意陪我将这场画展一直办下去，直到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我们的回忆？结发同心，以书为礼，这就是我对你的心意。